这台就是搭载了玄界 O1 芯片的小米15S Pro，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等候多时了吧？小米的自研芯片还是3纳米旗舰 SoC， 这你能不关心吗？大家肯定很想知道啊。首先，它到底是不是自研啊？其次，具体是什么规格、什么性能定位、真实的能效怎么样？和高通、发哥等对手相比啊，到底能不能比得了？包括搭载它的小米15S Pro 到底能不能买？那我们今天啊就会拿放大镜好好看清楚这第一代的玄界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我们会把芯片磨开啊，把它从内到外扒个底朝天。今天的节目绝对精彩，先要个点赞不过分吧？来，我们一点点深入挖掘啊。这台小米15S Pro 在闪光灯旁边加了一个 X-Ring， 也就是玄界的 logo。那除此之外呢，它的外观上就和小米15 Pro 没有任何区别了，看起来普普通通、平平无奇啊。但你们都知道，底下的东西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直接开拆。那这个就是我们测试完小米15S Pro 以后拆出来的主板了。把它的屏蔽罩拿下来之后呢，这个就是玄界 O1 的整个封装了。它的上层是海力士的 LPDDR5X9600内存颗粒。那么我们去掉 POP 封装的内存之后呢，你就能看到这个玄界 O1 芯片的本体了。上面的丝印清清楚楚地写明了 X-Ring O1 的字样和24年第52周的封装时间。这个也是一颗使用台电 N3E 工艺制造的芯片。我们再往下拆啊，就要请出老朋友万扯淡和 Kernel 了。那么在磨出 Die Shot 之前，我们首先来仔细检查一下金属层，毕竟还得回答它是不是自研的这个问题嘛。那么在金属层的左下角这里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玄界留下的这个 mark， 也就是这个小米的 logo 啊。这个呢，大概是这个小米200万 logo 面积最小的一次了吧。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磨啊，来看看它的这个 Die Shot。这就是玄界 O1 内部的真容了。这是一颗109平方毫米的核心，包含190亿晶体管。作为对比，这是天玑9400，这是骁龙8 Elite， 这是 A18 Pro， 是不是感觉这几位长得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啊，这个确实是自己设计的芯片，并不是哪家的换皮啊。不过从109平方毫米的面积来说呢，它和 A18 Pro 都要比高通和发哥要来得小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玄界 O1 和苹果一样啊，它们没有集成基带，需要依靠外挂的5G 基带。小米15S Pro 的主板上呢，就有这么一颗来自发哥的 T800 基带，它是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造。那这个外挂基带呢，会不会带来一些能效的劣势呢？我们待会儿也会来看一看。那么回到这颗玄界 O1 的内部，那这里就是它的 CPU 部分了，总共有10颗核心。2颗最高 3.9G 赫的 X925 超大核，4颗最高 3.4G 赫的 A725 大核，2颗低频 1.9G 赫的 A725 中核和2颗 A520 小核。那这个玄界 O1 啊，还真的是旗舰级的 CPU 规格，这谁能想到呢？我之前问大家，你们对它的性能预期怎么样？那大多数人都觉得它也就是个8+2的水平嘛。那时候确实还没解禁啊，我一句话也不能说。现在总算是谜底揭晓了，光说规格那是一点都不虚当代旗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惊喜呢？X925我们之前就测过，这是 ARM 最新的超大核架构。A725 则比较新鲜啊，因为目前的旗舰级 SoC 里居然没有一款任何其他的产品使用 A725 核心。我们呢也只测试过台积电4纳米工艺的天玑8400啊搭载的这个 A725。这个也让我很好奇，这颗仅仅属于 A7XX 家族的核心，在小米的后端设计下，到底能不能和天玑9400的X4大核以及高通的自研能效核抗衡？那么除了4颗正常的 A725 性能核之外，玄界 O1 还有2颗 A725 能效核。那么你从Die Shot里呢，你能明显看到这2颗低频的 A725和前面那4颗高频的呢，长得是完全不一样啊，里面各个区域的布局和面积也都有区别。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中核的实际面积其实反而比大核要更大啊。那么看来这个中核的设计目标啊，并不是为了减小面积的。那么有些刚关注芯片的同学啊，可能会觉得都是用的 ARM 公版核啊，都叫 A725，这还能有啥不一样吗？那我们的老粉丝肯定知道啊，这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肯定都看过我们当年测试麒麟9000的视频啊。哪怕都是用公版核，当年麒麟 A77的能效表现甚至不逊于其他家的一些 A78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里我就得科普一个芯片设计的基础概念，就是后端设计。
简单来说呢，后端设计就是把逻辑设计转换为物理芯片实体的过程。比如说，研发的同学已经知道了 A725这颗核心的基础架构啊，但是要把它变成芯片的一部分，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一张纸上画一片区域啊，说这个就是 A725啊，这就可以了啊，而是要决定每种单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 cell 来组成，各个模块的布局是什么样，各区域的电源网络规划、布线，还有时序设计等等等等。那这种把逻辑单元转化为物理单元的设计，最终才会决定着这颗核心的性能、功耗和面积。可以说，芯片设计的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前端的微架构设计以外，最核心的竞争力就在于后端设计的功力啊。那这两种 A725正是玄界团队使用两种后端设计下的同架构核心啊。待会儿我们也会来实测一下它们的能效曲线，看看两者的能效分别能跑什么水平。那至于这两颗 A520啊，那它们主要应该是为了确保作为第一颗 SOC 的这个玄界 OOE 呢，在超低功耗的场景下能效不翻车。不过ARM的小核嘛，反正懂的都懂啊。在这几颗 CPU 核心中间夹着的呢是16兆的 L3 缓存，由所有的 CPU 核心共享。而玄界 OE 的每个 CPU 核心内也都给满了 L2 缓存，每个 X925 里面呢有2兆的 L2，A725 呢都有1兆的 L2，A520 的两颗核心呢共享 512K 的 L2。那这个基本上也是我在移动端 SOC 里看到过最高的 CPU 缓存配置了。在 CPU 区域的另一边是玄界 OE 的 GPU， 这颗 GPU 的规格也相当高啊，16核的 ARM G925 GPU， 这也是这代旗舰当中最大的 GPU， 比12核 G925 的天玑9004规格高出了不少。那么 GPU 部分呢，总共搭载了4兆的 L2 缓存，但比较意外的是，这颗玄界 OE 呢，并没有搭载任何的 SLC 缓存。那我觉得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啊，还是因为作为玄界团队的初代芯片，他们必须在 SLC 所带来的缓存性能提升和可能造成的低功耗场景的功耗开销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去掉 SLC， 增加各个单元各自的巨大缓存，应该就是为了规避这种低功耗区间翻车的风险。毕竟玄界 OE 的 NPU 都给了10兆的大缓存啊，看起来这个 SLC 怎么都不是为了减少面积而去掉的。那说到 NPU 呢，这次 OE 搭载的这颗 NPU 是小米玄界团队自研的 IP， 这颗6核心的 NPU 面积巨大，算上10兆的独立缓存，它的面积甚至已经超过了 GPU 的一半啊。此外，玄界 OE 还搭载了小米自研的 ISP 单元，而这其实已经是小米的第4代 ISP 了。在2021年到2024年3年时间里面，他们其实已经迭代了3代。其实呢，他们一直都在部分的 Mix 和 Ultra 机型的主板上，只是呢，官方确实没怎么提啊，大多数人也没有特别去关注，就像已经上市半年的玄界 T1 手表芯片一样啊，这个有点闷声造芯片的意思，对不对？那么分析完呆少的之后啊，我们就非常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这颗玄界 OE 毫无疑问是小米自研的旗舰 SOC， 它的 layout 设计，各个核心的 IP 后端都有自己的设计思路。包括玄界团队还在台积电 N3E 工艺标准的 cells 之外，额外设计了相当多的定制 cell， 用来实现 X925 能跑更高频率以及 A725 能跑更高能效的目标。看起来今天的测试会非常有趣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颗玄界 OE 到底在性能、能效上的表现如何，是不是真的能够正面硬刚如今的各大旗舰。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CPU 多核性能和能效。那么在 Geekbench 6当中，我们最终跑出了单核3125分，多核9671分的峰值成绩。那么从多核能效曲线来看呢，它在10瓦以内啊，已经超过了目前安卓阵营 CPU 能效最强的高通骁龙8 Elite。但是红魔上的这颗8 Elite 呢，在11瓦以上的超高功耗区间是可以反超玄界 OE 的。那么整体上来说啊，玄界 OE、A18 Pro 以及8 Elite 的多核能效表现差距不大。三者呢都比天玑9004强出不少，这玄界 OE 的表现确实可以啊，第一代就给干到了这个水平，把发哥都秒了，确实有点东西啊。但是，一样使用ARM 公版，玄界 OE 为什么能够做到比9004更好的能效呢？这个我们就得拿出行业标准测试工具 Spec 2017，具体来聊聊从大到小每种核心的表现了。我们先从 X925 超大核开始，玄界 OE 这颗 X925 核心在整数测试里全段都略微领先于8E 和9004的超大核。浮点测试里面呢，低频和2位对手接近，高频领先。别忘了啊，玄界 OE 和天玑9004用的是相同的 N3E 工艺啊。然而呢，它的 X925 能效却轻松打过了发哥的 X925，甚至于它在 3.9G 赫频点下的功耗比9004在 3.6G 赫频点下的功耗还要低一些啊。看起来玄界这次的后端设计能力确实是非常了得啊。
当然，这颗超大核的能效比起业内标杆的苹果呢，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小米这2颗超大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截止频率设定在了 1.89 吉赫，不能跑得更低了。那这组超大核应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突发的高性能负载而设计的。我们不妨加入它和 A725 性能核的能效曲线，你会发现 X925 这个 1.89 吉赫的低频点正好可以跟 A725 的能效曲线接上啊。那么在更低的性能需求下，系统就会把负载交给 A725 的性能核来处理。这个呢，算是从 CPU 设计时就已经确定好了调度策略，也没必要让 X925 去跑它并不擅长的低性能段。那说到这颗 A725如果刚刚 X925 的表现算是令人满意，那它这个 A725 的表现我就只能用技惊四座来形容了。我们先来看看性能和 A725 的表现啊。这颗最高频率 3.4 吉赫兹的 A725 有非常宽广的调频区间啊，可以从 0.69 吉赫兹起跳。它在浮点测试里的能效表现，甚至全程超越了天玑9004里规模明显更大的 X4 大核啊，更是比高通的中核能效核高出了一大截。整数的测试结果也非常强势，除了 3.4 吉赫兹以下最高频被 X4 反超之外，中低功耗区间还是能压着9400的 X4 打的。这和我们熟悉的 A7XX 核心可完全不一样啊！如果和9400的那个 A720 对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次元了。而主打能效的这2颗 A725 就更离谱了，它们的调频范围从 0.4 吉赫起跳，直到 1.9 吉赫的最高频点。这个区间内，它的能效在我们目前测过的所有核心里都是最强的。它的最高性能其实跟 A18 Pro 的 E 核差不多，但这个点如果你去对比主板功耗的话，它甚至比 A18 Pro 的 E 核跑满的情况下还要低啊！这个能效实在是太离谱了，尤其是最低频点下，我们测得的主板平均功耗仅有不到 0.2 瓦的程度啊！这就让我不禁在想啊，它这个中核或者说实际上就是小核啊，既然这么给力的话，那还有必要放那2个 A520吗？看完了 CPU 能效，我必须得说啊，玄界 O1 的表现是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的。尤其是 CPU 3种核心的能效衔接非常漂亮，没有一种的能效表现是有明显短板的，基本上对应任意一个负载都能找到一个比较优的能效点。3种核心可以互相接力。如果对比高通和发哥，你能看到玄界这个大中小核的衔接，甚至是更合理的啊。我本来以为啊，这种10核 CPU 加全新团队的首款旗舰芯片应该会很灾难，没有想到啊，这个玄界 O1 的能效不仅不灾难，甚至还挺拔尖的。那对于小米玄界的初代 SoC 来说，这显然非常出人意料。小米玄界向我们证明了，用公版 IP 加优秀的后端，也可以做到很棒的能效，这就是芯片设计能力的体现了。除了能效表现，我们还测试了玄界 O1 CPU 部分的核间延迟和内存与缓存延迟。2颗大核之间延迟26纳秒，跨 cluster 之间呢也基本就在80纳秒左右的水平啊。那这个核心延迟表现在移动 SoC 里属于非常不错的水准，内存延迟表现也挺好的。它的 X925 核心呢，在64兆深度下的内存延迟大概在110纳秒左右，显著强于天玑9004。那更值得一提的是 A725 大核的延迟表现啊，同样是64兆深度下 ，A725 大核的内存延迟也只有140纳秒左右。这意味着它的 A725 核心是可以用来跑游戏负载的，这点很重要啊，后面要考。那玄界 O1 的 CPU 这么强势，那它的 GPU 表现又如何呢？其实呢，我还是挺担心它的 GPU 能效的。一方面，这个16核的 GPU 规模啊，对于手机 SoC 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另一方面，它没有 SLC 的特性，应该也会影响 GPU 的表现。那结果啊，确实也不出所料，在3D Mark S3L 的能效测试里 ，O1 的 GPU 能效确实是明显不如天玑9004和骁龙8 Elite 的，它是介于 A18 Pro 和骁龙8 Elite 之间。看来呢，没有 SLC 对 GPU 的能效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这个 GPU 的峰值性能倒是还不错，2682分的成绩和天玑9004几乎完全一样。16组 CPU 嘛，峰值性能自然是差不了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功耗就实在太高了，超过15瓦的平均功耗，对于手机来说还是有点太超前了。在手机上呢，基本上100%是用不上这段性能的。但话虽如此啊，它这个 GPU 能效，如果你去对比前代的8 Gen 3或者说天玑9003来说啊，还是明显要更强的。只能说这一代啊，发哥和高通的 GPU 能效进步都太大了。那就看看小米能不能在未来的玄界 O2 里把这个 GPU 能效迭代的更好吧。那么我们测试完了玄界 O1 的能效，接下来就该在现实世界里检验一下搭载它的小米15S Pro 了。
游戏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性能差距的，所以我们就先来跑游戏试试啊。那么这次呢，总共我们测试了4款游戏，直接对比同一个机身模具，但采用高通骁龙8E 的小米15 Pro， 以及搭载天玑9400加的 vivo X200S， 以及搭载 A18 Pro 的 iPhone 16 Pro Max，4款旗舰 SoC 大对决啊，想想就觉得刺激啊。先从原神的须弥跑图开始看吧，没有任何意外啊。参测的4款旗舰都能够轻松保证25度下60帧满帧跑完30分钟的原神。不过天玑9400加机型的分辨率要稍微低一点，因此呢功耗也要稍微低一点。那么对比其他几款机型呢，玄界欧一的小米15S Pro 的功耗比8E 的小米15 Pro 功耗呢稍微高0.1瓦，比起 iPhone 16 Pro Max 呢稍低0.06瓦。可以说在原神里面，玄界欧一已经达到了这一代旗舰应有的能效表现。那么在压力更高的明朝里面，小米15S Pro 跑出了50.8帧的平均帧，但是它降频后的策略和目前系统版本下的小米15 Pro 就截然不同了。8E 的小米15 Pro 降频之后啊，帧数跟过山车一样，在30帧到60帧之间来回波动。那小米15S Pro 呢，则是均匀的降频，两者呢基本都可以在满帧下维持个10分钟左右。平均帧更高的小米15S Pro 功耗也要稍微高于8E 的小米15 Pro。帧率上呢，没有打过调度明显更刚的这个 X200S 啊。那么 iPhone 在这里呢，因为分辨率更低，咱们就不直接对比了。星铁黄金的时刻跑图啊，我们这次测试了25度 WiFi 和30度5G 两种情况下的表现。在25度 WiFi 下，小米15S Pro 跑出了56帧的平均帧，功耗6.09瓦，这个表现相当不错啊，明显好于使用骁龙8 Elite 的小米15 Pro。在平均功耗接近、机身温度稍低的情况下，帧数更高。而且查看调度不难看到啊 ，CPU 超大和全程都没有开启，即便是前面满帧的部分 ，CPU 也只开启了 A725大核，最高频率甚至都不需要跑到3.4G，3.0就可以完全应付了。看来这4颗 A725大核的游戏性能确实是相当可以的，在保证性能的同时，用优秀的能效表现降低了功耗。但是呢，小米15S Pro 在30度5G 下的表现就没那么好了，它的表现比高通版的15 Pro 还要稍弱一点，更是比不过 X200S。虽然我们在5G 下测不出游戏上面的具体功耗啊，那机身散热能力和外挂的5G 基带在这里都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轻松愉快的王者荣耀120帧测试啊。iPhone 呢，由于 promotion 的策略问题，我们暂时不对比。3款安卓阵营的旗舰 SoC 都可以随便跑满帧。那么小米15S Pro 这里的功耗呢，显著低于高通版本的小米15 Pro。这里呢，咱们重点来看看玄界的调度啊。你会发现超大核基本上全程都停留在最低的 1.89 赫兹频点。实际上，这颗 SoC 的调度策略是在负载不需要超大核峰值性能的时候呢，就尽量让超大核离线，用4颗高频 A725来搞定啊。那么 A725能搞定，就绝对不麻烦超大核出场，尽可能去发挥 A725的能效优势。所以在游戏里啊，大部分情况下，它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一颗6核的 A725处理器去调度的。那么在需要突发性能的时候呢，它会先让4颗性能核 A725提频。那如果性能还是不够用啊，那它就会唤醒超大核来保证性能输出。那这个调度包络策略啊，之所以能实现，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玄界 O1 的3种核心能效衔接的很不错，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按需调度不同种类的核心。那么在游戏部分看下来啊，这个玄界 O1 确实并不逊色于高通和发哥的旗舰。GPU 能效上的短板和 SLC 缺少的短板可以被 CPU 能效的长板所补回来。总体来说还是有旗舰水准的。那么玄界 O1 的性能表现我们是完全不担心了，那么就得回答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续航怎么样呢？直接来看结果啊，搭载玄界 O1 的小米15S Pro 在我们的5G 续航 3.0 模型里面跑出了9小时33分的续航成绩。很遗憾啊，这个续航并没能够打赢高通8 Elite 版本的小米15 Pro。原因呢也并不难猜，外挂联发科 T800 基带就成为了它5G 续航表现最大的绊脚石。毕竟我们的续航模型是纯5G 不开 WiFi 的，那么外挂基带所要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基带本身的功耗了，还有 SoC 和基带之间的连接开销。今年的 iPhone 16E 呢，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换一个好一点的基带对续航来说有多重要啊。那要想解决这点，小米就必须做到能够自研基带。好在呢，小米肯定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手表里呢已经用上了4G 的自研基带，但是5G 啊显然有太多难关要攻克了，不然苹果也不会拖这么久才能做得出来啊。希望能在未来听到玄界5G 基带的好消息吧。但目前来看呢，续航确实也是这代玄界 O1 的机型相对来说最短的那块板。
好了，聊到这里啊，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小米这颗玄界 OE 的表现了。它的 CPU 设计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甚至比同为 ARM IP 核的天玑9004都要强不少啊！尤其是各个核心之间的能效衔接，令人印象深刻。GPU 虽然庞大，但是能效并不像 CPU 那么惊艳。那么搭载它的小米15S Pro 游戏表现还是比较合格的，唯一比较可惜呢，就是它的续航还是会比同模具的8 Elite 机型稍微差一些。总的来说啊，这次玄界 OE 绝对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当所有人都以为小米会做个终端芯片先来试试水的时候，没想到上来就直接贴脸开大了。那放在半年前啊，如果你跟我说这个小米的自研芯片能打旗舰啊，我肯定觉得你在造谣。但是芯片研发是一条长路啊，希望有了这次开门红之后，玄界能坚持下去，越走越好。那至于小米15S Pro 本身呢，机器的表现我是不担心啊，但它的备货我不确定足不足啊。首款芯片就要跑3.9G 赫啊，显然良率上很有难度，所以呢才会同时推出降频版 OE 给平板用啊。那这个高频的 OE 啊，自然就是数量有限了。如果你能顺利买到这台小米15S Pro 的话，这毫无疑问是一台具有纪念意义的机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对玄界 OE 的深度分析了。我们花了1个多礼拜爆肝出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有些干货的话呢，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收藏、转发，支持我们，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湾这个频道。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